家里有这种报废的充电宝，以后就不要再扔掉了。其实呢，我们只需要把它拆开，把上面的线给它剪开以后，这样用，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，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我们来看充电宝上面都有2条线，一条红色，一条黑色。我们分别把这2条线给它先剪开，剪开上面这2条线。像这个充电宝一般用了时间长了以后呢，上面的电池都坏掉了，不耐用了，或者是彻底报废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电池给它拆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2条线分别给它先粘在这个板上面，这个壳上面。我们先用个胶带先保护下这个电池上面这个板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呢需要用到找个金属铁片，我这儿呢有个易拉罐，上面这个小盖子，我们把它给剪开。剪开以后，我们把它再粘到这条线上面，打点热熔胶给它固定一下，粘一下，把这个铝片给它粘上，然后呢再进行下一步就可以完成了。我们找一条电线，给它先剥掉外皮，然后给它先拧一下，把这线裁短一点，就裁成这样就行了。然后把这个线给它拧在这个壳后端，我们来看，就这样给它拧起来。拧完以后呢，然后把这个线头给它和这个黑的这个线给它接在一起。我们看，就这么简单，就做好了这个东西。我们用它呢，就可以把家里的这种闲置的18650锂电池没电了，就可以用它给这个电池充电了。还有一些情况就是，假如家里的数码产品、电子产品上面这个充电口坏掉了，没有办法给它充电了，这个时候也可以把电池拿下来，用它给18650锂电池充电。这个自己制作的这个充电器呢，就相当于是花钱买的这种专用的18650锂电池充电器，买个充电器也不便宜好几十呢。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约成本相当于废物再利用。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充电。你看没问题，是不是可以正常充电的？怎么样呢？一个废旧的充电宝如果扔掉的话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这样改装一下，是不是它的价值立马就翻倍了？在生活当中非常的有用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这是一个跳广场舞的音响，它这个电池不耐用了，我们今天给它制作一块电池。原先的电池不耐用了，客户自己拆下来把它给扔了。我们用4节18650电池加一个7.4伏的充电保护板，给它做一个电池组。原先是2节它的容量比较小，用的时间短，我们直接用4节。制作方法非常简单，我们直接用烙铁往上焊接就可以了。先把这2节电池给它并联起来，然后我们再焊接负极这一边。实际上不用点焊机，烙铁焊的话也比较轻松。我们把这2节电池也这样给它并联起来，把这2组电池都焊接好以后，我们给它用胶带给它固定一下。这儿是负极，这儿是正极，我们用胶带缠一下。现在是每组3.7伏，我们给它串联起来，就会变成7.4伏了。然后我们给它接上正负极的线，负极在这个位置，正极这儿也接一条，然后在这个背面它们串联的地方，我们再接一条线，一共是3条线。我们现在就需要接这个充电保护板，
电池组保护板上面看一下，一共是5条线。我们把这个 B 加就是电池的正极，我们把它给焊上去。然后这个 B 减就是电池的负极。这条黄色的线我们接在这个 BM 这边。中间这2条就是输出，电压输出。这个加号就是正极，减号这儿就是输出负极。焊接好以后就这样的。中间这2条是输出，它也是输入，是公用的。我们现在就用绝缘胶带给它都缠一下，起到一个保护作用。现在把这个电池我已经装上去了。如果朋友们家里面如果遇到像这种音响电池不耐用的情况，可以按照我的方法来改装一下。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，开机是没问题的。欢迎使用金正音响 USB 播放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家里有这种坏掉的充电线，以后就不要再扔掉了。其实呢，我们只需要用剪刀给它剪开以后，接一个插头，它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大的用处。很多人呢都不知道，像这种充电线呢，一年啊都用坏好几条，非常的不耐用。无论是这种破皮的或者是不破皮的，其实像这种充电线最容易坏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小头的这部分啊。就算不破皮好不好，一般也都是这个根部线断掉了。像这种充电线呢，我们就不要给它扔掉。我们呢，其实可以就这样啊，把它给剪断以后，然后呢接个插头，在生活当中非常有用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剪掉之后，首先呢，先把这条线外皮给它先拨出来。我们来看，拨出来之后，这个里面呢是有4条线，红黑白蓝4条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红黑这2条线给它拨出里边的线头，给它先拨出来。我们来看这个线是非常粗的，如果就这样直接坏掉直接扔掉是非常可惜的。拨出线头以后，我们把这2条线给它先拧一下。然后呢，其他的2条线我们可以用也可以不用，有条件的尽量是留着，效果更好。我们先把它剪掉，不用也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找一个报废的手机充电头，在这个上面拆一个插头出来。如果没有这种呢，家里有坏掉的充电宝，其实呢拆个插头也是可以的。在这呢，我已经拆好了一个，我们来看，拆下来以后就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2条线给它接上，接在这插头上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红色的我们要接在这个插头最左侧，接在这条线上面。红色接到这儿。最左侧这个插头上面也是有4条接线小柱的，我们接在最左侧。然后黑色这条线我们把它接在最右侧这个上面，就这2条线。我们来看，非常容易，非常的简单。接好了以后呢，我们给它缠个绝缘胶带，给它做个绝缘。其实啊，把这4条线都给它接上，效果更好。不接也可以，也能用。接好以后，然后呢，缠个胶带。我们来看，缠好以后就这样的。你看一下，非常简单，一个非常好用的手机数据线的延长线，就是充电线的延长线就制作好了，是1米长的。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好用不好用。我们来看，在这边呢，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，给它插在电源上面。然后呢，在这边可以插个手机的充电线，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插上。接下来我们先来测试一下，给这个充电宝测试一下能不能充电。其实手电宝、手机都是可以充电的，我们来看，没问题是吧？就这么简单啊！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就制作好了一个1米长的延长线，是不是？假如我这条短线也是1米长的，再加上这个1米长，就够2米长了。像那个充电器，如果离手机比较远的情况下，就可以用这个延长线就可以了。这相当于是一个废物再利用，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？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，它的问题是不通电了。我们先看一下，没有任何反应，指示灯也不亮。我们给它拆开来检查一下。在维修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拆开之后，我们首先啊要检查一下这个主板上面的原机件，看看有没有烧坏的。如果有明显烧坏的，我们就需要给它更换掉。
这一面是没有啊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面，这边也没有发现明显有烧坏的。刚才在我们通上电测试的时候，听到这个通电的时候，这儿有轻微的打火的声音，就证明啊，这个电容上面肯定是有300伏的。我们现在给它通上电，再检查一下这个主滤波电容上面的电压，看是多少。看到没有？有打火的声音是吧？然后我们用温安表测量一下，326伏，这个高压是有的。然后我们给它断电，然后再测一下这个电容，看它这个电容上面的电压降得快不快？降得比较慢啊，你看没？这老半天了，还有100多伏。像这种情况都是这个电源没有起振引起的。电源不起振，我们首先啊要检查一下这个3842它的第7角有没有电压。如果它没有电压的话，它肯定是启动不了的。第7角是它的启动电路，这是一个贴片式的3842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第7角在什么位置。这个芯片这儿有个点儿，这儿就是个标记。我们从这儿开始数，这儿就是第1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个引角就是第7角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第7角这个电压是从哪儿来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儿是有个300伏主滤波电容，这个正极这边看一下啊，到这儿是连接几个电阻，这几个电阻它就是启动电阻，然后就到这个第7角了，是给它一个启动电压的。我们给它通上电来量一下，看它这个启动电压是多少伏。第7角也是和这儿相连的，我们直接测这儿吧，这儿好测。没有电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3842它是不会工作的。第7角没有电压输出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启动电阻。这启动电阻实际上在维修的过程中啊，它坏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启动电阻是多大啊？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有2个是并联的，然后分成3组串联在一起的。这个是104，就是10后边是4个0，它是100K，2个100K 并联起来就是个50K， 然后串联3个50K， 就是这个启动电阻是150K 的。现在这个阻值是146，这个阻值是正常的。然后这2个电阻也没有问题，这几个元件都没有问题。我怀疑是3842它内部电路有问题。我们把这个3842把它拆下来，我们拆这个没有封腔的话，烙铁也是可以拆的。在它的引角上面多上点焊锡，多上焊锡就是为了让它的温度提高一点，温度更高一点，这样2边焊接就掉了。把它拆下来以后，我们再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第7角有没有电，然后我们来测量。现在有75伏的电，问题应该就是3842坏了，我们换一个上去试一下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换好以后，我们再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第7角电压是多少。12.6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电压正常了。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电压输出啊？看这个指示灯已经亮了，这个电池充电器就修好了。它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坏了，3842的问题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朋友们。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上个视频我们维修了一个电风扇，然后发现是这个电机坏了。今天我把这个电机已经拆下来了。今天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像这样的电机坏了以后，我们千万不要扔。有的好多自己把它拆开，简单的维修一下就能修好的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方法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机上面是有5条线，这个红、白、蓝是它的3个档位，黑和黄是电容，启动电容。黑线它也是这个公共端，它是280的输入电。我们用温表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它的阻值正常不正常。我们用温表的2极管档来测量一下，一个接住这个黑色的线，另外一个量3个档位，看一下阻值，没有任何反应。这个也没有，3个档位都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怀疑是这个黑色的线应该是内部已经断了，我们把它来拆开来看一下，看是不是它的问题。
这个上面有3个螺丝，我们把它都卸下来。这个还挺紧，这个壳，我们把它给撬开。这壳太紧了，这壳。拆开以后，我们先捋一下这个黑色的这条线，这儿是进到这个拉管里面，然后通到这边。这儿我们看一下，这儿有个黑色的东西，这个黑色的就是一个温度保险。我们用温表来测量一下，看是不是这个已经断路了。我们先把这个绑带给它拆开，然后要慢慢的把这个保险给它拨出来。这个拨的话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把这个气保线给弄断了。要轻轻的把它挑出来。挑出来以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保险的型号，这是一个130度2安250伏的保险。我们用温表测量一下，看它开路了没有？没有任何反应是吧？这个保险烧坏了，看到没有？保险坏了。我们把保险给它拆下来。我找了一个145度2安250伏的温度保险。如果朋友们没有这样的保险的话，也可以直接给它短接起来，也是可以的。现在有好多电扇里面它都没有这种温度保险，直接短接起来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先把这个坏的保险给它拆下来，然后用烙铁直接把它焊在一起，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修好了。我这个保险现在先不安装了，我们先测试一下。开始动烙铁焊接，短接好以后，我们用温表再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组织正常了没有，还是把这些都测量一下。这是有组织的啊。再看一下这个白色的，白色也有了，红色也有，这个黄色启动电容这个也有，都有组织了。我们给它装起来壳来试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能转动了。现在我们通上电看一下，这个电机可以转动了是吧？问题比较简单，就是里边的温度保险烧坏了，我们直接给它短接起来就可以了。大家在维修电风扇的时候，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，电机坏了，我们先不要着急把电机扔掉，先把它打开来看一下是不是小问题。如果像这种小问题的话，我们动手就可以修好。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咱们修一台电扇，它的问题是不转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你看1档、2档、3档都没有任何反应，然后让它旋转一下，可以正常旋转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外边这个转叶我们也可以转，看到没有？有个单独的开关，就是个转叶开关，就是里边这个电机风扇不转。我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这个风扇啊。看到没有？白色的这个风扇它不转。我们看它是控制面板上面啊，这儿是旋转，这个就是转叶，转叶就是外边这个蓝色的这个在转，然后里边风扇不转。我怀疑啊，它这儿既然还有个单独的开关，我怀疑就是它这个机头里面应该是有2个电机，一个电机是控制这个蓝色风扇这个转动，另外一个电机就是控制这个白透明色的这个风扇转动。拆开电扇的底座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连接上面的线啊，这一共是几条？这儿一共是7条线，7条线应该就是2个电机。如果是一个电机的话，不应该有这么多线。我们现在把上面拆开来看一下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现在我已经把上面拆开了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儿确实是2个电机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小的是带前面这个蓝色的这个叶轮的，是带动它转动的。然后这个大电机是带动这个风扇的，这个电机上面是有5条线，然后这个小的电机上面就是2条线。我感觉这个小的电机它是和摇头电机是差不多的啊，就这个大小。第一次见到这样有3个电机的，我们看一下这1个、2个，然后这个底座这儿还有一个，
这个是起到摇头作用的。这是一共是3个电机，这个上面。现在的故障就是电风扇这个电机不转，我们给它充上电，用腕表来测量一下，看它的单位开关上面有没有电。它的测量方法也非常简单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条线是220的线，220的电进来以后，我们看这个蓝色的线，这一堆都在这儿居中点。我们一个腕表表笔接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把电扇的档位调到3档。调3档的话，我们就测这个红色这条线，红色的是3档，测这2条，上面看有没有220的电。如果有220的电，电机不转，就是电机坏了。现在已经充上电了，我们开始测量一下。看这有234伏的电是吧？有电，电机不转，就是电机坏了。这个是充上电以后，用手这样转动的话，如果能转起来，就证明是电容坏了，或者是里边的启动线圈有问题。这个是这样手转的话，它也没有任何反应，确实是电机坏了。像这样的坏电机，我们千万不要扔，有很多都是可以修好的。下个视频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方法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朋友们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修一台 Vivo 手机。这个手机的问题就是打电话的时候，别人听不到它的声音。像这种问题都是这个手机下边这一部分这个尾插小板有问题了。像尾插小板有问题以后，它也会出现不充电，还有就是打电话别人听不到声音，包括一些不能震动，好多问题都是这个尾插小板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手机给它拆开来看一下这个尾插小板，只需要更换一个就可以了。这是一款老款的手机，我们把它拆开，这个后盖是可以打开的。现在的新式手机有的就是在这个充电口这一块附近，一边有2个螺丝，把螺丝拧掉以后，我们也可以在这儿直接把它撬开。有的是没有螺丝的，没有螺丝的情况下就是直接撬开的。反正每个手机的拆法就是大同小异，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能把它拆下来。如果真不能拆的话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教程。我们开始拆这台手机。把螺丝全拧完以后，我们就把这个盖儿给它抠开。我们还需要把下边这个小板给它打开。这个上面是天线和振铃。在手机充电口这块小板就叫做尾插小板，这个是和上面带个排线，这也叫做是个尾插排线啊。总成这是一个，这是个松花器，它坏了以后就会出现打电话别人听不到声音。这是振动器，坏了以后啊，就手机就没有震动了。这个就是充电的充电口啊，这是个尾插，它坏了以后就是不能充电了。像这种情况啊，坏了以后我们不需要单独给它们更换，单独更换的话也比较麻烦，有些新手可能也换不了，特别是这个贴片式的松花器，它不像以前老式的就2根线直接焊上就行了。现在这是四条线，后边应该是4个焊点，贴片式的。如果焊不好的话，这个松花器就坏了。所以说我们直接换个这个总成就行了。我这个在网上买的话也非常便宜，这个是9块9包邮的。手机型号不一样，它的价格也不一样，有的可能需要30、20。这一个是我新买的排线，这是一个总成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给它换上去就可以了。现在的一些手机啊，像这种的比较少，有好多大部分手机啊都是这样的，直接就是一个尾插小板。安装的话，直接这样安装上就行。这儿是有个卡扣的，排线往上面一卡就可以了。它是分开式的，不像这种，这个小板和排线是一体的这种。我们开始更换，把这个卡扣先给它抠开，这是显示屏的排线，然后把电池给它抠下来。排线这样给它轻轻的拽下来，这下面粘的是双面胶，这边也是下边的双面胶，我们给它轻轻的翘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新的装上，这后边是自带双面胶的，我们先把这个塑料纸给它揭下来。
很简单，这个直接粘上面就可以了。排线扣上，把电池再装上。换好以后，我们要先测试一下这个板子有没有问题，然后再给它装壳。手机修好是不是非常简单啊，朋友们？只需要换个小板就行，也不需要专业工具。视频今天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电池已经动了是吧？马上要掉。好，已经掉了是吧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苹果手机更换电池的教程。我们给它更换电池，首先要给它拆开。拆开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尾叉这边有2个螺丝，这个手机螺丝已经没有了，它这应该是以前修过。既然没有螺丝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拆平，找个这样的刀片，在这个尾叉部分给它撬下去。有个缝隙之后，我们顺着这一块给它捋一遍，把这个屏给它起开。倒扣的时候，我们就用刀片往外撬一点，撬着稍微慢点，这个屏就掉了啊！掉了之后，我们手往下稍拉一丁点儿，然后这个屏就下来了。我们把这屏慢慢的掀起来。在这儿一定要注意一下啊，这儿是屏的排线，我们要慢点，不能把这个排线给它拉扯了。我们可以找个东西啊，放在这个位置，把这个屏啊稍微往外倒一点，先把这个排线给它都拆下来。这个手机是少螺丝的，它以前应该是修过。盖板取下来以后，这儿有几个排线，给它轻轻的抠下来。4根排线，然后这个屏就掉了。这电池拆也特别容易，这儿有3条双面胶，我们把它给扯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们先从外边这一条开始拆，我们需要用镊子挑个边儿，然后给它往外拽，就拽下来了。旋转镊子，这样的往外拉，一边拉一边转这个镊子，一点点的这个胶就出来了。要拉点拽点，慢慢的来，不要太着急。如果太着急，把这个胶给拉断以后，这个电池就有点不太好拆了，就只能硬撬它了。我们要把这个整条胶都给它拽出来，马上就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已经拽完了这一条。然后这2条也是这样拽出来，我们开始拽中间这一条。当我们把最后这一条胶拽完以后，这个电池它就掉了。好，已经掉了。我们看着电池掉了是吧？然后我们把这个电池这个排线给它抠下来，也是一样，先卸这个盖板。好，电池就掉了。换新电池之前，我们这个电池里边它都带这种双面胶，我们先把这个胶给它粘上，然后这儿还有一层，我们先把它撕下来。这一块是新电池，我们给它粘上就行，非常简单。然后把这个卡扣扣上，盖板再给它装上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安装屏幕。还是一样，在这边挡个东西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屏幕的这个排线。完事，屏装上去了，开始扣屏，然后上面是有个豁口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屏先扣上面，然后顺着这边往下按，这个屏就上去了，电池就安装好了。我们开机看一下，能不能正常开机？开机没问题。视频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才发现，原来用一个烟盒就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，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，1秒钟就可以穿过去。
这是我在农村看到一位老大爷发明的这个方法，当时呢把我给惊讶到了。平时呢这位老大爷喜欢抽烟，而且呢他也喜欢攒这种烟盒，收藏烟盒。有一天呢他看到自己的老伴儿啊，就是穿针的时候呢，无论怎么穿，这个线也穿不进去，因为这个线啊非常的软，而且呢前面也毛烘烘的，穿的时候非常的困难，怎么穿不过去？这个时候啊，老大爷自己呀就研究了一个快速穿针引线的方法。他是怎么操作的呢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呢，就是老大爷啊，把自己收藏的这个烟盒拿出来以后，然后呢，他是把这个烟盒里边这个锡箔纸啊，给它先拔出来，拽出来以后，然后呢，他是找过来一个剪刀，把这个纸给它剪开。剪开以后呢，然后啊，他是这样操作的。我们来看，把这个纸啊这样给它对折一下，对折好了以后，然后呢，他是把这个纸然后再打开，接下来把这条线给它放到对折的纸里面，放上去以后，把这个线往下捋一捋，把它弄到对折的这个根部这块儿。弄好以后啊，然后他把这个线这样折过来。当时把我惊讶到了，我想着怎么一张纸就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呢？对折过来以后，然后呢，他找来一个剪刀，把这个纸剪一个斜尖出来。剪完以后，然后呢来看，就这个样子的。接下来啊，他就这样借助这个纸的力量，因为这个烟盒纸啊是锡箔纸，硬度非常高，你看这样很轻松就穿过来了，是不是？穿过来以后，然后啊，他用指甲掐住这个指尖以后，然后用力往这边拔，你看这样一拔，这条线就过来了。接下来把这个纸拿掉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他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好用，是吧？农村老大爷也有自己的高明之处啊，研究出来了一个1秒钟就可以快速穿线的方法。如果你感觉这个方法也非常好用的话，可以点赞、转发、收藏一下，分享给你的家人。家里电器上面这些开关，如果坏了以后呢，手里面没有合适的开关，或者是不好买的情况下呢，其实啊，也是像这种开关也是可以给它修复好的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修复方法。在修之前呢，首先来看一下，这个外观，开关上面外观，如果像这种啊坏的比较严重，这个壳已经都烧坏了，烧糊了，像这种开关就没有必要修了。我们只是修一下外观上看着是比较完美的，但是呢就是不能使用的这些开关。我们在修复之前，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开关，它是个2个档位的开关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啊。先看一下它，你看一下这2个角，当把它打开以后，这2个角你看它是不能导通的。然后我们把它换到另一个档位来看一下，你听，这2个角是可以用的，说明它开关里面换了一个档位。无论是这种2个档位的开关，或者是1个档位的开关，其实都是可以把它修复好的啊。在修复之前，我们首先把这开关给它先拆开，找个1字的螺丝刀或者一些扁的东西给它敲开就行了。像这种开关不能使用呢，大部分啊都是里边的接触点氧化出现的这个问题。拆开之后，我们首先呢找个镊子，先把上面这个中间这个掐片给它先拿下来，然后呢在里边这个接触点的位置用个刀片或者镊子给它刮一下，刮干净。这个内部啊有好几个接触点，都给它刮一下。把这里面这2个刮完以后，然后呢再把这个金属片弹片也给它刮一下。你看一下这边有点发黄了，是吧？用刀片或者镊子也给它刮一下，把这氧化层呢都给它刮掉。刮完了以后呢，然后用个布给它再擦一擦，然后把另外这个角也给它刮一下。刮完了以后呢，然后接下来再把这个金属弹片给它再放回原来的位置，给它放好。当这开关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是，这边下去以后，然后呢就这2个角就导通了。当把开关给它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这2个角是导通的。这样处理完以后，然后呢把这个再给它安装回去，放进去以后，然后往下一按就进去了。我们来看，这样呢就安装好了。
安装好以后呢，然后还是用腕表再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它有没有修好。我们听，没问题了是吧？已经给它修复好了，然后再测一下另外2个件，也是没问题的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以后再遇到这种坏开关，手里边没有或者不好买的情况下，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就可以把它给修复好了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